做这个葱烤大排，其实很少有人放这个葱须，但是这个葱须的这个无论是味道，还是它炸出来的葱油的感觉，都是非常奇妙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华人君的美食空间。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。今天分享什么呢？昨天摄影师在冰箱里发现了我们上一次做这个炸猪排的这个通缉啊，问我能不能做一个葱烤猪排，那必须满足啊。所以今天我们什么？葱烤猪排。好，接着食材啊，葱烤猪排。那这个就是上次我们做炸猪排剩的那个通缉啊，虽然说没有那个带骨，但是也还可以。然后冰糖、葱、香葱，一定要大量的香葱，然后姜，还有蒜，食材就是这样。好，那就是加工食材啊。那我们这一块大的通缉，来，摄影师你看啊，你给从冰箱里找出来了。那我们这一块我们给它分成3份吧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和我们就是前面的这个步骤和我们做这个炸猪排异曲同工啊。来，就是这样，大概大小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我们把这个切完啊，我们先给它放在这个码兜里，然后我们直接就加工了啊。上次我们做这个炸猪排的时候说了啊，这是有个筋，看见了吗？这个筋我们要先给它来2刀，先把它切断。切断的目的呢，因为这个猪排是平的，如果要是不切的话，热胀冷缩怎么样？它会卷曲。为了防止卷曲，我们就把它给开一下。来，好，就是这种状态。开完了之后，我们怎么样？还有一个这个利器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要给它打松散。来，这是给个近景啊，就是跟我们做炸猪排的步骤，到现在基本上是一样的啊。来，我们用一个小锤儿把它的纤维组织打断，为了让它更嫩滑。基本上打的程度呢是什么呢？打完了之后，就是这个面积基本上是刚才这一块的1倍。还有一个，再重申一遍，打的时候我们不是直上直下啊。可能大家看的时候呢，是直上直下，其实不是啊，它有这个过程。砸下了之后，还有一个往外滑的这个动作，就是这样。来，我们两面啊，两面把它给它砸松散。你看现在这个状态，你看就跟我们现在是不是基本上是1倍了，对吧？对。好，好，其实这个如果要是带点骨呢，更有滋味吃的啊。但是这个也还可以。好，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完成。来收拾一下砧板，我们马上回来。好，那我们加工其他食材之前呢，我们先把我们的猪排先简单的腌制一下啊。腌制呢其实也并不复杂。来，我们放一点点糖，就是这个3块猪排，我们大概1/5勺的糖，然后我们这薄盐生抽啊，大概在1勺左右啊。这个我们就是先给它下一点点底味，因为待会儿我们在烹制的过程当中还要再加味啊。来一点白的胡椒粉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加一点陈年的黄酒，这个来半勺就够了啊。就是你可以理解为给它增香，也可以理解为去它的腥味儿。来，就是用手给它抓一下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清水参，让它再湿润一下。好，这种状态，来，我们放1勺的生粉，裹一点粉，再给它抓匀，加一个鸡蛋会更加的润泽。来，我们就加一个全蛋。哎，你看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了啊。来，我们这鸡蛋也是非常棒的，那就是现在这种状态，可以了不？可以。可以了，静置10分钟，让它静置10分钟。我去洗一下手，马上回来加工其他食材。好，那我们加工其他食材啊，蒜呢我们已经给包好了，把这个地盐给去了，然后我们来一点姜啊。嚯，今天这个姜买的真够大的，那我们就随便的切几片就够了啊。然后其实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葱一定要多一点点啊。其实这个葱啊，我们已经应该是洗得很干净了，我们带着这个须
其实应该是很好的啊。我们先把这个须给它切下来，然后这个呢，我们1开2，让它成3份儿啊，4份了。好，这个是1份儿这个葱白的部分，然后葱叶我们给它单放。好，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。这个葱须我们也要啊，葱须也要。好，食材加工完毕，我们马上回来。好，食材准备完毕，我们开始烹炒啊。我们先把煎锅烧热，煎一下这个猪排，先让这个猪排定一下型。烧热之后，来我们倒入植物油。这个油温呢，大概在5、6成左右啊，也不要太高，也不要太低。我们只是让这个猪排迅速的定一下型。温度上来之后，来给它煎一下啊，来平铺，油不用多。哇，见着了，这是不是？注意安全啊！这个事儿赖我。放进去锅里之后，先不要动，可以这么微微的晃动一下。让它简单的定个型，我们这一步不是炸啊，这个现在是开中火，油温大概在5、6成左右，翻一下，感觉有点像这个炸面包片的感觉。来，就是让它两边定一下型，我们不用等那里边熟啊，这个炸的时间在2到3分钟，一面2到3分钟就可以了。好，你看，现在有一种这个焦香感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基本上这种状态就可以了啊。我们先给它捞出来，先放在这里控一下油。OK， 我们要换一个锅，换一个炒锅，来，炒锅烧热。我们还是倒入植物油啊。这一步呢，我们要开始，顺势来感觉一下。我们倒油的同时，这个油可以稍微的多一点啊，稍微的多一点。好，就是这样。你看，这是小葱的葱须，我们开小火啊，就是现在这个步骤火不要大了。来，我们先放一点点姜，因为姜是不怕炸的。来，好，那我们这时候把这个葱须放进来。做这个葱泡大排，其实很少有人放这个葱须，但是这个葱须的这个无论是味道，还是它炸出来的葱油的感觉都是非常奇妙的。确实吃过葱烧海参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葱烧海参的一个就是炸葱油的一个最基本的点，就是这个大葱的葱须。我记得我看过大董先生啊，就是那个葱烧北京烤鸭的代言人，但是他们那儿的葱烧海参是非常厉害的。他也是王义军先生的徒弟啊。就是说，王义军先生能看中大董收他为徒，就是因为别人都在玩，那大董先生他在那儿把那个葱须给它摘下来，放在窗台上晾，非常有心的一个人啊。来，感觉一下，我们把这个葱须给味道给它炸出来之后，我们要把它给挑出来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把蒜也放进来啊，放几瓣蒜。这个时候一定要小火啊。葱须呢，你看现在有一点焦糊感了没有？有一点焦糊感，来，我们给捞出来啊。葱须不要扔，不要扔，干嘛？待会儿我们最后再放入。我们这个蒜也有一点点焦黄了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蒜也给捞出来，姜不动，姜不动啊。这个时候小火状态啊，来，我们把香葱的大葱肚放进来。然后这个葱绿的部分我们放一半，剩一半啊，来煸香。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感觉油少了一点，我们可以再加一点油啊，但是一定记得啊，一直是在小火状态。这个葱烧到有一点微微的焦黄感的时候，我们把猪排放入。好，葱香气已经完全起来了，这个时候我们把大排放入。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调味啊，因为这个是我们借鉴的上海菜，
讲究浓油赤酱，来一勺老抽，增加一下它的颜色。哇，香气有没有？有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加陈年的黄酒，来一点点，顺锅边啊，让它香气更加四溢。哇，非常的地道啊！这个时候我们现在要开大火了啊，我们加入水，这个水的量没过大排就可以了。来，好，没过大排。现在我们没有调味啊，大火状态。好，我们可以盖一下锅盖，2分钟马上回来。好，这时我们这锅开了啊，来看一眼。哇，有没有食欲？有。这种状态我们就是微微的靠着它。来，我们现在需要调一下味道啊，一勺的生抽，这是薄盐生抽啊，我们来一勺。如果要是觉得颜色不够深，还可以再加点老抽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差不多了。来，我们来1/5勺的盐吧。这个盐和酱油虽然说都是咸的，但是它们同时加入，其实这个盐的滋味也有一些复合感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加一块冰糖啊，开小火炖味啊。我们等这个冰糖化掉。冰糖有几个作用，一个是提鲜的滋味，它也有一个收汁儿的作用。好，我们现在还有1半的香葱，来，我们现在把它放进来，就是这种状态就可以，让它慢慢的靠味中。好，基本上就是这样，我们再等它10分钟，让它的这个汁完全的跟我们这个大排融合在一起。这时差不多要出锅了，来，我们把这个蒜和刚才那个葱须也给倒进来。就是可能有的朋友别人做的时候不到这一步啊，来，我们到这一步，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。不要吐槽我们的正宗不正宗啊，我们主打就是一个家庭化，好吃。好，出锅前我们来一点白胡椒粉。来一点点香油，我们马上出锅了啊！好，关火。来喽！我们的这个猪排啊，感觉现在是不是有点像这个鸡蛋豆腐那个感觉了？是。你看我们这个鸡蛋是非常好的啊，裹在上面，现在的感觉是猪排这有点金黄了。哎，其实这个葱烧大排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个葱。这个葱无论是捞面还是捞饭，都是非常地道的啊！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食欲？好香，真的是很香啊！我们把汁浇上来，连带我们的这个蒜啊，算不算浓油赤酱？这个蒜也是非常好的，我们都放在一边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！怎么样，这是？看看我们来几碗米饭？来3碗。3碗，好，你2碗，我1碗啊。好，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。啊，我真的特别想尝一块，尝一个葱，来，感觉一下啊，真的就是尝一个葱，我们的猪排没有问题，就是我想要的那个味儿，香葱的这个香的回口，包括这个汤汁稍微的浓稠的这种冰糖的甜度，真的是非常棒的啊！虽然感觉不正宗，但是你看我们的汤汁，无论是拌饭还是拌面，都是非常配的。我们今天这个感觉不正宗的，但是非常好吃的葱烤大排成功了。别忘了给你爱的人做起来吧！喜欢我们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关注，一键3连，这对我们非常重要。摄影师，你满足了吧？满足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，明天见，拜拜。